外界都会给我一个称号叫金牌经纪人嘛，跟祖儿、撒娇、霆锋啊，娱乐圈是一个很残酷的世界，我一直是冲在前边帮他们开路的人。我其实从10几岁开始边读书就边拍广告的，做过售货员，帮补家庭的开支嘛。21岁出来就是一个经纪人。霆锋啊，16岁的时候他出道，那阿朱，我入行的时间比你长，他觉得我应该听他的。我说是的，锋哥，你有你经验，但是我有我的责任，好好配合吧。并不需要正面去冲突，而是先吸收他的意见，后面慢慢的协调。每一个新人呢，只欠一个东西，就是让人家见到自己的智慧。他们两个年纪小，站在台上边，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能抓眼球的智慧，所以我就设计一个侧手翻给他。祖儿呢，一直带着他，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女儿一样。我逼他呢，就从很大的环境面对群众唱歌，锻炼他的自信。刘亚瑟戏非常好，但是没有人让人知道哦，原来这个是刘亚瑟。我说亚瑟，那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，你肯定不一样。你说谁呀？他打磨了什么10几年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见到一点点光的时候，把它涂出来，他就成为一块玉了。我永远跟他们说，高光时刻我不一定在，但是最难过的时刻我一定在。祖儿现在有问题，觉得演艺事业没了，他睡不着，然后我就陪他睡。有人共同跟他去冲过这个难关是很重要的。那个年代在唱片公司比较高层的，通常都没有女性，他们不会很相信你的能力，真的要火拼的。有一次吃饭，我坐下来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发觉，喂，7、8个人排队，就来敬我一个人。走过来那个男性就是，哈哈哈，哎，经理啊！第一个喝完，他想走，我说你别走啊。然后我倒了一杯水杯这么大杯，喝完这个才走。走到路中心之后喷出来了，然后后边的人见到走了，走轻了，把第一个吓怕了我，后边的人就不敢搞我。2011年，事业到了一个樽颈，你会想突破，跟我一个总经理2个人成立了北京的一个公司，桌子上面只有一支笔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真的自己跟自己说，我要从零开始了，将来在北京怎么发展，都是你用这支笔写出来的。以前觉得经纪人很辛苦，原来做母亲最辛苦。刚到北京嘛，他有高消惊厥啊，我们要24个小时轮流的看着他。后边我就要出去跟那些编辑的去谈事，希望那个手机没有消息，因为没有消息的等于没事嘛。他见我的机会比较小，只能把剩下来的时间全都给家人。做人很多事情都要平衡，可能你尽力，人家都会感觉你做得不好的，但是起码你对得住自己。来 QQ，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超人了，生活的节奏可以慢一点点。周6去朝阳公园跑步，煲汤也会，吸尘很减压的，所有的烦恼都吸到那个吸尘机里面。也不一定是有很多爱好才能放松自己。对于我来讲，工作让我有成就感，有活力，所以我很喜欢工作。有一些我的朋友啊，已经是退休的心态了，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才是第2阶段的开始，我还有10年的计划，我能够帮到一些年轻人寻找他们的梦想，我感觉我很有价值啊。